来到心灵咒语我的频道，我是经济律师和正平医师王丽慧。今天要跟各位讨论的是号称长生不老药的这个 NMN 啊，它到底是会抗癌还是致癌？那么我们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啊，曾经跟各位发布过第30届美国抗老剂再生医学会一系列的专辑。那么里面就提到说呢，在这个2018年的时候，媒体上发现香港首富李嘉诚先生他大量的挹注资金要来开发 NMN。那么事实上，这整个的缘起是因为在2018年6月的时候，世界卫生组织它公布了最新一版叫做第11版国际疾病分类。那么其中就把衰老就是 aging 这一项啊，把它加进去变成了一个疾病分类。那么过往我们都认为呢，衰老老化aging 这个事情呢，就是一个生理过程，自然而然会发生的事情。那么它就是一个形容词，形容你呢渐渐的各样的衰退，那你的视力不好，膝关节不好，就是老人味跑出来这个意思啊。那但是现在呢，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公开的承认它是一个病。那么既然它是一个病的话，我们就是去研究如何治病咯。所以呢，抗老化现在变成是一个显学，因为我们就是要怎么样去对抗这个病的意思嘛。就像糖尿病是一个病，我们就怎么样去对抗糖尿病。那现在呢，既然老化是一个病的话呢，大家就如火如荼的研究如何来抗老化。那最基本的话呢，有3个大项目啊，这个也请各位可以回去看这一集里面有介绍过呢，主要就是 mTOR， 然后 AMPK， 然后 Sirtuins。那么 Sirtuins 这个东西呢，它就是呢必须要跟 NAD 结合，它才能够去发挥它的功能。它可以去呢对你的 DNA 啊，对你的基因的表现呢做一定程度的修正，然后对于你的老化的情况呢，也可以做一定程度的调整。我们也把这个发布呢给各位看，在这个 reference 是从这里出来的。那因此呢，在这个如火如荼研发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发现到说呢，被研究出来的几个有效方面是呢，第一个，它可以呢去改善你的胰岛素的一个分泌，或者是说呢改善你胰岛素的阻抗性。那么第二个的话呢，它可以改善你的粒线体的功能，也就是说呢，它可以像一个细胞能量计一样，使你的这个细胞的发电厂被改善，可以发比较多的电，然后呢就让你补充能量。然后再来的话呢，是它可以呢对你这个脑神经元的退化，它加强你脑神经元的功能，所以呢它就被期待能够在退化性的这些脑神经的疾病里面呢，被有效的帮助，比如说失智啊，比如说帕金森氏症啊这一些。再来的话呢，它就被发现说，它可以对你这个身体里面的脂肪的发炎性的反应呢有所抑制。那我们知道我们身体的脂肪是最容易产生发炎因子的地方，可是我们又知道呢，发炎是万病之母，我们常常讲要抗发炎。那它现在就是说这个 NMN 呢，它可以呢去抑制掉你这个脂肪的发炎状况，那不就抗发炎了吗？再来就是因为呢 NAD 没有办法直接补充嘛，所以我们现在讲的是说这个研发是在研发 NAD 的前身啊，就是 NMN。那 NMN 的话呢，我们一般是用口服，口服之后在身体里面再转成 NAD， 那也要它能够吸收的好，然后转化的好，你才能够真的增加到你的 NAD 嘛。那现在研究就是发现啊 NAD 它虽然是没有办法直接补充，我们必须要口服 NMN， 但是呢它的吸收还有它的转化变成 NAD 的效果很好。那我们一般人的话，到中年的时候，你的体内的 NAD 这个酶啊，它的这个含量啊，活性啊，就已经是你年轻的时候的一半了。所以呢，当然你在中年之后，你开始身体就见这些老化的一些征兆嘛。我们就说飘出老人味了这里也痛那里也痛这样这里也不行那里也不行这样。那在这个华盛顿大学的生物发展学家他就讲到，他说根据他的研究，这个 NAD 呢很像是一个讯号因子就是在身体各个生理活动四处呢广泛协调的一个通讯关键。这个就很像是说呢，如果你的身体里面是一个网络，然后这个 NAD 呢就透过这个网络去协调各部位的功能，让你的身体能够保持恒定，然后维持生物的稳定态。这意思就是呢帮助你冻龄的意思让你这个不会迅速的不稳定，然后迅速的衰退。所以这个是目前 NMN 被赋予的一个期待。但是呢
在2016年的时候啊，这个同样是华盛顿大学医学院在 St. Louis 的这个分校啊，他们就发表了一篇报道，这个是研究是一个非常恶性的一个脑肿瘤，我们叫做神经胶质母细胞瘤。这个病非常恶性，它虽然不像这个脑膜瘤这么常见，但是呢，只要听到是神经胶质母细胞瘤，我们心里面就会觉得是蛮怕的，因为这个病很凶恶。那在这个圣路易斯分校他们研究出来的就是说呢，如果我们直接把 NAD 啊把它剥夺或者是大量的减少，这个神经胶质母细胞瘤的癌细胞的干细胞啊，它就会致癌性变得比较少，然后呢，它也会这个代谢周转比较没有那么快。那这个一听的话，我们当然就觉得，既然这样子减少 NAD 可以感觉有这个抑制掉癌细胞的干细胞的一个活动，那我们自己推想就是说，那增加 NAD 补充NMN 去增加 NAD 不就会使神经胶质母细胞瘤的干细胞活性提升，变得极其凶恶吗？那这个的话，我们就要来看一下，在全世界啊，对这个抗老化跟逆转生物时钟啊，还有逆转老化最有名的这个哈佛博士啊，就是 Dr. David Sinclair。那我们在今年年初的时候也曾经介绍过，因为他在 TED 上面就是爆红嘛。那他自己呢，在哈佛主持了一个实验室，就叫做 Sinclair Lab。那他又是一个呢著作等身啊，就是他发表的那个研究报告真的是不计其数啊。那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最新的一篇2023年他才刚刚又发表了一篇跟 NMN 有关的，所以他从2016年开始呢，就陆陆续续一直的不断的在发表 NMN， 所以我们当然一定要来看一下听一下他的说法。他在2021年还有2023年分别呢2次被问到关于这个 NMN 到底会不会补充之后导致促进癌症的生成。那么首次在2021年这个采访呢，他就提到了2016年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分校的这个神经胶质母细胞瘤的事情。他是这样子解释的，他说呢，一辆4轮的房车，你把4个轮子都拿掉，它的速度就变慢了。意思就是说呢，你把 NAD 大量的减少，那么神经胶质母细胞瘤的轮子就被你拿掉了，所以它的癌细胞的干细胞呢，致癌性下降。在这一篇研究里面确实是证实，但是他说这个研究并没有证实呢，你增加 NAD 就是你吃了 NMN 增加 NAD会造成呢致癌的速度变快。因为他说呢，就好比一辆4轮的房车，你这一次给它变成6个轮子，你是不是就确定呢6个轮子会比4个轮子跑得快呢？意思就是说你补充嘛，你本来正常状况不减少也不增加的时候，你是4个轮子，那么你减少的话是你把4个轮子拿掉，它的跑的速度变慢。但是如果你增加了 NAD，然后呢，好像你变成6个轮子，那么你确保6个轮子就一定会让癌症跑得快吗？让这个神经胶质母细胞瘤的癌细胞的干细胞跑得快吗？他说这篇并没有证实。科学家的脑回路果然跟我们不一样，因为我们自己直接推敲嘛。既然这个 NAD 减少可以减少癌细胞干细胞的一个致癌性，那增加的话呢，增加 NAD 的话就会增加癌细胞干细胞的一个致癌性。可是呢 Dr. Sinclair 就说这个研究没有证实啊，这是你们自己想。那再来我们看2023年的时候，又有陆陆续续有一些零星的关于 NMN 的补充之后呢，有增加这个肿瘤细胞的生长，或者是说生长的速度，这样零零星星一些出来。所以2023年的时候，他又被另外的又问到说，到底这个 NMN 会不会增加癌肿瘤的快速的生成或者是说恶化这个癌肿？那他就提到，他说他承认，确实呢，他自己也知道，他身为一个科学家，他也看到了这些报道，但是他说呢，这些报道就是用小老鼠做实验嘛，它都是在一个非常不自然的一个情况之下呢，去把这个癌细胞打到这个小老鼠的身上，去诱使这个小老鼠生成癌症。那这不是一个正常状态的，而且呢，所使用的这些小老鼠是专门为了实验而去培育、而去饲养。那这个是基因改造过的小老鼠，这些小老鼠呢，本身为了要做癌症实验，他们在基因改造的时候就让它的体内是没有免疫系统，所以呢，才可以迅速的在这个小老鼠的身上呢，诱发出侵袭性、攻击性极其快速生成癌症、生成肿瘤，才能够让你去做实验嘛。如果你一个癌症在一个正常人的身上，可能要经过10年、20年才生成，我们没有办法去看这个小老鼠到什么时候才能够去做完一个实验啊，因为那是不是花太多时间了？那于是呢，在这个2023年的采访里面，这个 Dr. Sinclair 他就说，我没有要卖 NMN， 我身为一个科学家，我也不能够跟各位讲说它一定不会致癌，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这些小量的研究，还有这些
不是在一个正常状态之下的一个研究的话，我们不能够因为这样子就去觉得说这个危险会很高，所以他个人会继续服用，然后他的家人会继续服用，他的爸爸已经80几岁了会继续服用这样。但是我在这里我并不是要替 Dr. Sinclair 背书，他从2016年研究到现在呢，我们在2017年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他的一个发表，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会对这个东西的执迷啊。他说呢，之前我们认为啊，如果我们减少热量可以长寿，因为我们讲过7分饱会长寿嘛，在恒河猴的研究上面，一边是对照组他是任意吃到饱的恒河猴，另外一边的话是只给他吃7分饱的恒河猴。确实呢，这个吃7分饱的恒河猴比较长寿，而且比较健康，毛色也漂亮又年轻。那他说呢，之前我们认为呢，减少热量的摄取是因为呢可以减少自由基的生成，然后呢我们发现呢，当它的这个热量比较不这么多的时候呢，就是在节食的状况之下，或是在断食的状况之下的话呢，它比较不会去做性行为去繁衍后代，所以他就把这个能量呢保存起来去做这个细胞的修复，所以以至于让他们呢维持的比较年轻。那 Dr. Sinclair 他就是发现说呢，如果我们给他们补充 NAD 的话，他即便是在 fasting 断食或节食的情况之下，他都还有能力去做性行为。就之前我们的意思是说保暖思淫欲嘛，你吃得饱饱的你才有力气去做性行为。如果你今天是在一个只吃7分饱有一点饥饿的状况之下呢，你就没有心情去繁衍后代。但是如果我们给他补充 NAD 的话，我们发现他们就会很有兴趣去继续他们的性行为，这样不受饥饿的影响。那在2018年的时候，我们又在这个哈佛的官方网站里面看到呢，他们对于 Dr. Sinclair 的采访，这里就是提到说呢，他看到他的实验里面呢，他们把它分成小鼠啊，就一边有用 NMN 去喂，一边不给他喂 NMN。他们发现有喂 NMN 的这一部分啊，他们用20个月大的小老鼠，那就相当于人类就是大概70个月那样的年纪。那么70个月的话，大概就是6岁多哦。那对小老鼠来讲已经算是老了。那他们有补充的话呢，连续给他补充个20个礼拜，补充之后他就发现呢，这个小老鼠的肌肉啊，还有这个血流的情形啊，都恢复到他年轻时候的状况哦。那是这个没有补充的这一组所没有的，就是还会长肌肉，然后呢，这个血流供应的非常好。那他就让他们去做运动跑步啊，让小老鼠去做运动跑步。他发现这个有补充 NMN 的这边的小老鼠的话，就是运动能力变得很好，它可以跑430米。然后同年龄的小老鼠，没有喂的这一边的小老鼠，它最多就是跑240米，所以他就发现他们的运动力量啊、运动能力都有不一样。那这个是整个跟各位分析下来。那至于说到底会致癌或者是会抗癌的话呢，我们再给各位看几篇，我找了都是比较具有权威性的哦。像这个的话是 Cancers 哦，这一篇。然后再来一篇的话是 Nature， 然后一边是 Endocrinology， 就是我给各位找的都是非常有权威性的一个期刊上面的研究，关于 NMN 的研究或者是 NAD 的研究。那么因为这 NMN 就是 NAD 的前身嘛，所以各位可能就是要理解一下，我有时候讲 NAD， 有时候讲 NMN 这样。那这样整个看下来的话，我们可以发现在肺腺癌的话呢，目前2023年比较新的这一篇的话是说呢 ，NMN 可以去抑制肺腺癌的生长，它可以促进这个肺腺癌细胞的凋亡。那如果是乳癌的话呢，我们看到的是呢 NMN 呢，或者说 NAD 呢，它可以去帮助这个三阴性乳癌，让它不要转移，然后让这个癌细胞呢，它的这个代谢呢变得比较脆弱，意思就是说让这个癌细胞比较容易被你治疗。因为我们知道三阴性乳癌是不好治疗的，它甚至对于一些标靶药或者是化疗药的效果也不好，那它又不能够用任何的抗荷尔蒙疗法来治疗。但是我们就在这里看到，它就使它变得比较脆弱，就是呢，三阴性乳癌的癌细胞可以比较容易凋亡的意思。然后它又可以看到，它就是可以抑制掉这个三阴性乳癌的转移。那目前看到这几篇具有代表性的是觉得看起来 NMN 是不错就是对于这个癌症的部分还不错。可是我个人在这里不是要劝进大家去使用 NMN。只是告诉各位，就是说，确实呢，它有正面跟反面这样2种不同的立场。那我个人的建议是呢，如果你有疑虑，你的心里面是不放心的，我建议各位就不要使用。因为我一直都非常的相信这个所谓的安慰剂效应，大家可以去看这一集。如果你心里面真的认定一件事情的话呢，今天不管你吃什么东西，它都会心想事成，切为心造。如果你认为它是对你好的，那么即便你吃的根本就是跟你的病无关的东西，它也会真的对你的病就是有
有效，这个我跟各位介绍过安慰剂效应。然后再来就是呢，如果你真的对 NMN 有负面想法，你感觉心里有疑虑，你会害怕，那么我建议各位就不要使用。因为呢，毕竟如果你一边吃一边怕，一边整天就想着说会不会有害，会不会有害，那么我相信你这个负面信念呢，会给你自己招来不好的一些效果出来啊。负面信念招来咒诅啊，所以如果大家真的是完全没有疑虑，而且能够相信这个东西是对你自己好，你再使用。如果有疑虑的话，就千万不要使用，让自己呢能够宽心自在，喜乐胜过一切，喜乐乃是良药。谢谢各位。